天价靶向药击垮了多少家庭？为什么不能降价？专家给出解释。静静刚刚毕业不久就结了婚，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一份1年的工作，原本日子平平淡淡，很幸福。直到在一次体检过程中被告知自己患有乳腺癌。为了治疗乳腺癌，静静选择了吃靶向药。靶向药不仅难买，更十分昂贵。每盒治疗乳腺癌的靶向药高达20万元，光是吃药静静就已经花掉了自己的积蓄。即使吃了昂贵的靶向药，也没能阻挡癌细胞的扩散速度。在与病魔的抗争的过程中，静静还是不幸离世了。自从静静患病以来，各种费用，包括治疗费用和药物费用，加到一块，大概花了小100万。随着病情的恶化，每次还会加大药物的使用量，像是一个无底洞一样，不断蚕食着静静的积蓄。可惜的是，即使这样，也没能把静静从病魔的手中拉回来，实在是让人十分心痛。什么是靶向药？对于靶向药，很多患癌的人可能早已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，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可能还有点陌生。那么什么是靶向药呢？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，靶向药是一种只针对癌细胞的靶点，对正常细胞影响较小的一种药物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根据肿瘤细胞中的某一位点而研究的一种特异性药物，会使肿瘤细胞特异性死亡。靶向药也是除了手术、化疗这些常规治疗手段中最有效的治疗癌症的一种药物。那么这么昂贵的一款药物，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？或者说它有什么特点呢？第一点，也是最主要的一点，就是靶向药具有特异性。靶向药可以和癌细胞特异位点结合，这极大程度上减少了对正常细胞的损伤，十分有利于患者的身体恢复过程。这也是很多人选择靶向治疗的主要原因之一。第二点就是靶向药具有高效性，通常患有癌症的人们都很痛苦，手术治疗后也需要很长时间去恢复，而靶向药的高效性可以有效的阻碍癌细胞的增殖，通常在1到2天就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症状，使患者的痛苦减轻。第三点是副作用较少，靶细胞由于可以和癌细胞的特异性位点结合，使正常细胞免受伤害，这就使得靶向药相对于传统药物的副作用更少，因此价格也会更高。最后，靶向药还具有抗耐药性，可以减缓肿瘤细胞对药物的耐药性，这使得靶向药可以更长久的治疗患者的疾病。靶向药为什么如此昂贵？江苏省肿瘤医院的沈波教授表示，靶向药是一种治疗癌症的药物，可以对肿瘤细胞所需要的生长因子进行干扰，进而抑制其生长发育，并且靶向药相对于其他药物来说，靶向药可以有效的减少对正常细胞的伤害，只会对特定的癌细胞造成损伤，因此被叫做靶向药。那么说了这些，靶向药为什么这么贵呢？研发成本高。靶向药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，它不同于普通药物在车间流水线就可以生产出来，它是需要专业的医疗团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研究出来的，光是研发成本就可能会超过几百万甚至是几千万。如果有幸实验成功研究出来了，也不能立马上市，靶向药需要经过多重测试后才会流入市场。在一次次的临床实验中，研究人员会逐渐提高药物质量，这无疑花费了大量精力。药物的审批过程复杂。在我国，任何一款药物上市都需要经过层层审核，这个过程也是极其复杂的。首先需要申请人提出上市申请，在接受到申请请求后，药用审批中心会开始审核。首先是形式审核，在通过之后还要进行技术审核，之后需要等待200个工作日后再进行注册检验、专业审评、注册核查3合1评审，最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才可以上市。怎么样？听到这里是不是头都大了？光是文字都像绕口令一样复杂了，更何况现实生活中。药品的流通成本高。近年来，各种药物相继纳入医保，医药公司的毛利润越来越少，但是药物的流通成本却一直居高不下。药物相对于其他物品来说，运输要求更是需要严格把控，需要一定的温度、湿度等一系列外在保护。而且大多数靶向药都是进口药物，进口药物需要缴纳一定的关税。不仅如此，在推广等方面一样需要花费大量资金，这些成本加到一块也是一笔巨资。
企业需要转到利润，羊毛便要出在羊身上，这就加剧了药物的价格。3. 得了癌症要不要吃靶向药？有些患癌的患者，由于发现的不及时，手术治疗已经不再有用，或者有些患者不想进行手术治疗，他们把目光放在了靶向药身上，宁愿支付高额的费用也要进行治疗。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后也都人走茶凉，人财两空。那么得了癌症要不要吃靶向药呢？首先，靶向药并不适合所有的患癌患者，它只适合部分基因突变的肿瘤患者。吃靶向药之前需要检测患者的癌细胞是否有基因突变，只有有基因突变的癌细胞才可以进行靶向治疗，吃靶向药。而且通常同一种疾病，由于细胞突变的不同，需要吃的靶向药也不同。其次是要看自身的身体条件，如果患者年轻且身体素质较好，在服用靶向药之后，身体的吸收能力也会更好，恢复的也就更好。但是如果患者的年龄偏高，身体素质较差，那么服用靶向药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负担，例如引起发烧、腹泻、呕吐、眩晕等一系列不良反应。同时也对治疗癌细胞不会起到太大的效果，只会徒增一些不必要的痛苦，而且还会花费巨额费用。最后就是要考虑自己的经济情况。靶向药的价格通常由于很多原因十分昂贵，对于经济状况一般都家庭来说，靶向药的价格无疑会给家庭带来巨大负担。一定要慎重考虑自己的身体条件是否可以服用靶向药，以及服用靶向药对病情的好转影响大不大。把一切都确定以后再决定是否需要服用靶向药。毕竟对于很多人来说，亲人的陪伴胜过了一切。4. 服用靶向药需要注意什么？如果患者选择了服用靶向药，那么为了发挥最大的药效，避免白白花钱，有以下几点需要患者提前注意。听从医生的建议，按时按剂量吃药。不少患者认为吃药一定要根据说明书上面来吃，其实不然，每个患者对药物的耐受性不一样，病情的恶化程度也不一样。医生会根据患者的身体条件，为患者选择最合适的服药方式。切记一定不要盲目用药，认为吃得越多好得越快，对身体造成损伤。拥有健康的饮食。俗话说得好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通常情况下，大多数患者都会因为患上了癌症，从而食欲大退，吃不下去饭。但是服用药物通常需要配合食物效果才会更好，但是一定要注意饮食清淡，不要吃过于刺激辛辣的食物，以免产生恶心、呕吐等不良反应。要进行适量的运动，不要觉得患上了癌症就感觉未来一片黑暗，每天浑浑噩噩躺在病床上，这样只会加剧心理负担，造成病情恶化。适当的运动有助于促进新陈代谢及血液循环，刺激细胞的活性，从而加速药物的吸收。如果患者实在不能运动，也可以到户外走走散步。总之，运动可以让心理负担减轻的同时，促进药物的吸收，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。保持乐观的心态。很多人在听说自己患有癌症之后，都会陷入恐惧的深渊，觉得自己活不久了，或者是觉得自己怎么治疗也没有用了，觉得活着没有希望，想要自暴自弃。但是这样就正好掉进了癌症的陷阱里。事实上，即使患有癌症，也有很大概率会治疗康复，要相信现在的医学水平。在进行治疗的过程中，心态是其中重要一环。如果每天都闷闷不乐的，即使没有病，也会憋出病来。与其闷闷不乐，不如与它和解，这样药物才会吸收得更好，靶向药的作用才会被发挥到最好。一定要及时调整好心态，把握每一天。结语：在现在这个社会，患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。作为普通人的我们，一定要注意饮食，注意运动，减少疾病发生的概率。已经患癌的朋友们也不要气馁，现在的科技水平发展的迅速，各种各样的治疗肿瘤细胞的手段也都相继问世。要抱有乐观的态度去面对这些疾病。对于靶向药，它并不适合所有人，一定不要盲目的砸钱去进行靶向治疗，这样最后很可能会人财两空。如果想要进行靶向治疗，一定要提前检测自己是否符合治疗条件，以及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量力而行。最后祝愿大家都可以远离疾病，拥有健康美好的生活。